好大的口气！加拿大放狠话，必要时采取行动，被中国监视吓到，加拿大内部合演一场拙劣的双簧。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中国浮标是在进行正常的科考调研浮标吗？近来一个爆炸搅动了加拿大国内政客和媒体的敏感神经。根据消息显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在北极海域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这里有一个时间点呢，就是所谓的中国监控浮标是去年秋天被发现并回收的。而去年的事情放到今年来说令外界有些多想。更奇怪的是，这个消息具体是从哪儿来的呢？报道一概没说，不过对此加拿大国防部很快给出了回应。发言人丹·勒布特希利在声明中声称呢，说加拿大军方实际上早就知道中国最近正在试图利用军民两用技术在加拿大的领空和海域展开监视活动。而与此同时，该发言人透露了加拿大武装部队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阻止这些监控加拿大领土的企图。而在谈及此事时，加拿大女防长也跳出来说，加拿大对这类监控行为呢并不新鲜，连证据都没有，就这样一顿炒作，所谓中国监控浮标的事情立马在加拿大国内是引起了热议，好像中国监视加拿大的画面就在眼前。不得不说呢，到底是谁故意来找事儿的？首先，这个浮标上有中国字儿，就一定属于中国吗？在没有拿出证据的情况之下，就指责中国，给中国定罪，这非常的不负责任。其次，退一步来说，就算是属于中国的，那也是民用的科考装备，如此铁定的认为是中国在加拿大进行监视，那么这与美国近期多次就气球事件炒作的性质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更何况所谓的中国监控浮标出现在北极，也有意外的可能。此前也有俄罗斯浮标飘至加拿大和阿拉斯加附近，美国等国家调查信标也曾一度出现在了俄罗斯海域。怎么到中国这儿，加拿大反应就如此激动？还是那句话，如果认为中国是在进行监视行动，那就拿出证据来。只是在分析看来呢，加拿大方面根本没有证据。据悉，关于如何发现的浮标，以及在中国浮标上都发现了什么等一连串的问题，加拿大方面并没有给出过多的信息，而仅仅就以一句确保相关行动的完整性就打发了。好像对加拿大而言呢，有没有证据无所谓，说中国干了就是中国干了。当然，几乎在同一时间，传言呢，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进一步向中国泼脏水，声称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国家，而加拿大方面将会与北美防空司令部合作，必要的时候呢，对中国采取行动。基于此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楚，原本就不是什么监控，只是其为了针对中国找的一个借口。看上去呢，加拿大是被中国的监视吓到，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炒作中国威胁论。换句话来说，岂不知道中国的浮标是在进行正常的科考调研的浮标吗？该国也是非常的清楚，但为了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装作不知道罢了。考虑到在这之前，美国也在接连炒作，就气球事件指责中国，而加拿大此番是想跟着美国来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讨好美国。简言之呢，加拿大决定在对华政策方面与美国接轨，甘愿成为美国反华策略的一枚棋子。然而其政客和媒体合演的一场戏码实在是太拙劣，连证据都拿不出来。面对如此大的口气，这回中方不仅愿意接受挑战，还会奉陪到底，要求加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抹黑的同时，我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还敦促其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要给两国关系发展造成障碍，制造麻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加拿大向中国发出挑战，中国接受，无论是污蔑还是炒作，大可过来，中国不会怕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